花费200万把自己整容成一条狗。吃狗粮睡狗笼，这位日本男子说这是他毕生的梦想。此话一出，直接震碎了网友的三观。因为做人太累，男子不惜花费巨资将自己变成一条狗，并且女友也十分支持他的想法。凭借独特的梦想，这名男子成功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和报道。站在他旁边的是男子的女友，同时也是他现在的主人。自从成为一条狗之后，男子从不敢违抗女友的指令，让他做什么都会毫不犹豫地执行。因为我们都知道狗狗对主人是绝对忠诚的，所以男子在生活中尽量去模仿狗狗的全部行为。如今实现梦想的他每天过得都很开心，女友每回带他出去遛弯时都会引起众人的围观，毕竟这种不寻常的事情别说是人，就连几只小狗都很感兴趣。但女友也是个爱吃醋的小女人，她不允许任何母犬靠近自己的男友。当遇见陌生男子和女友搭讪时，男子也会不停的犬吠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吃醋还是忠心护主的表现。据该男子说，他从小就想成为一只牧羊犬，为了让自己完全适应狗狗的生活，他现在每天都睡在狗笼里，并且平时都是用4肢来走路。除了模仿狗狗的动作习惯，他甚至过上了顿顿狗粮的幸福生活，而且一定要用狗盆他才肯去吃。每次看见女友端来狗粮，他都会发出嘤嘤嘤的叫声，高兴地在地上打滚。有时候男子还会故意将狗盆打翻，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小狗也会这样做。由于刚从人转变成动物，刚开始男子还很羞涩，他想和主人出去遛弯，还怕大家嘲笑自己。当得知狗狗的想法后，女友先是在家里进行训练，然后不断鼓励他走出家门，最终在女友多次的鼓舞下，他终于勇敢地踏出了家门口。对于男子来说，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再次得到了升华。让人无法理解的是，男子竟然在家里随处大小便，而他的目的居然是让主人责骂自己，因为小狗就是这样做的。当然他也会想法设法讨女友欢心，但这并不能改变女友不让他上床睡觉的事实。到了晚上，男子会自觉地钻进狗笼里睡觉。那么有人会问他这样的生活有乐趣吗？其实男子的乐趣还真不少，比如小狗喜欢玩玩具，他也喜欢玩。虽然变成一只动物，但男子还是保留了喝可乐的习惯。据说他每天至少要喝2瓶，不然就会汪汪乱叫。没办法，女友只好顺着他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喜欢书法，不过男子现在没有双手，只能依靠嘴巴来进行练习。对于这样一只多才多艺的狗狗，主人也很是欣慰。狗狗在纸上写了一个犬字，看来对自己的身份和位置认识得很清楚。据说接下来男子还打算花更多的钱用于整容，他想在皮肤里植入牧羊犬的毛发，甚至想改造自己的外形和器官。他想成为一条真正的狗，但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实现。不得不说，这是我见过最变态的想法。现在男子已经不使用人类的语言，他会用行为和汪汪汪的叫声表达自己的意思。男子在转型成动物前留下一句10字真言：辛苦做人不如潇洒做狗。如今他已经不在乎世人的眼光和看法，如愿以偿地过上了一条狗的生活。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美容院里迎来一位特殊的顾客，只见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屋里，然后轻车熟路地躺了下去。猫咪名为小五，它可是社区里远近闻名的邮递员。小姐姐告诉我们，几个月前这只橘猫开始打卡美容院，上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炫上满满一盆猫粮。每每饱餐一顿后，猫咪打了几个哈欠，没过3秒就进入了梦乡。就这样，他一直睡到了晚上，直到店里已经打烊，小五还沉浸在美梦中。没办法，店员只好将他拍醒。睡眼朦胧的小五走到门口，伸了个懒腰，然后匆匆忙忙朝着远处跑去。大家本想跟上去看看他究竟跑去了哪里，可小五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。第二天清晨，他又准时出现在门口。猫咪像往常一样走进店里，接着懒洋洋地趴在沙发上。店员们都很好奇这只橘猫的身世，于是便写了张纸条挂在它的脖子上，想知道猫咪是否是有主人的。到了晚上，它像往常一样离开。等到天亮，小五再次出现时，脖子上似乎多了许多纸条。店员们急忙将纸条拆下进行查看，原来这些纸条都是附近商铺老板的留言，大家纷纷写上了小五的喜好。邻居们经过交流才知道，美容院只是他打卡的其中一处地点。原来附近热心的街坊邻居都在照顾猫咪，这家伙的社交能力还真是不一般啊。可奇怪的是，大家都只是在白天看见小五的身影，到了晚上他就消失不见了，谁都不知道小五是在哪里过夜的。小姐姐在他的身上放置了定位器，想看看猫咪究竟去了哪里。第二天，邻居们根据定位器的位置，最终锁定了一处楼顶的天台，上面堆满了杂物和垃圾。大家在不远处看见了躲在角落里的小五，被人发现后，小五马上跑了出来。等他走远后，小哥上前查看，却意外发现了几只小猫的尸体。眼前的一幕着实让人感到心酸。此时邻居们才明白，这里一定是他和孩子们之前一起生活过的地方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几只小猫的死亡。即便小猫们已经离开多日，但身为母亲的小五依旧日复一日地守在楼顶。或许她也有着某种期盼吧。为了让小五走出悲痛的阴影，兽医将小猫收了起来。得知此事的邻居们纷纷主动清理了楼顶的卫生，并且还为它定制了一个精美的小窝。
大家共同为小五戴上了标识，从此它不再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猫了。一段时间后，小五成为了小区里的邮递员，他每天频繁地穿梭在各个商户之间，有时候是预约的服务，有时候是商品的采购，不过更多的是商户们彼此之间的问好以及对小五的关爱。他不仅为所有人带去了欢乐，同时也让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。我想除了信息，他更是在传递着彼此之间的温暖和爱。一只流浪猫的存在可能微不足道，但它却让这个冬天更加温暖了。为了顺利混上编制，这只老鹰竟然装傻冲浪了2年半，每天训练超过1小时就喊累。不但如此，这家伙刮风下雨不训练，气温太高不出门，就连围观的人多一点他都不干。更让饲养员无语的是，作为翱翔天空的霸主，这只堕落的老鹰居然表示自己恐高不会飞。饲养员说他从未见过这么笨的老鹰，别人家的老鹰都是上9天打架下午扬捉鱼，随便振翅一飞就是10万8千里，可自家的老鹰不仅不会飞，就连胆子都比母鸡小。平时周围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被吓得满地乱窜，哭着喊着往饲养员怀里钻。没办法，小姐姐只好将老鹰抱在怀里哄着它。好家伙，这到底是老鹰投错了胎，还是母鸡劈错了皮？虽说它长着一副鹰的外表，但行为却表现得机理机气。可即便如此，饲养员依旧每天不厌其烦地训练它飞翔的能力，希望能帮助它早日回归大自然。小姐姐不断示意老鹰飞到自己的胳膊上来，本以为气势汹汹的老鹰就要腾空飞起，没想到老鹰扑通了几下，下一秒直接变成了走地鸡。对于这种情况，饲养员已经见怪不怪了，毕竟自己就从来没见它飞起来过。浑水摸鱼一上午后，老鹰回到宿舍洗了个冷水澡，接下来就是午饭的时间。不久后，饲养员为它端来了新鲜的泥鳅。老鹰看着今天的午餐若有所思，心想着自己之前可都是吃牛肉的，今天突然改变伙食，难道自己偷懒混编制的计谋被识破了？机智的老鹰连忙摇头，表示自己不是一只杀生的鹰，对这种小黑子并不感兴趣。饲养员试着将食物送到他面前，老鹰马上装成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，宁愿挨饿也不肯去吃地上的泥鳅。小姐姐见状也是心疼得不得了，赶紧跑来安抚受到惊吓的老鹰。然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，这一切竟都是老鹰设计好的阴谋。饲养员告诉我们，这只老鹰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，救助人员在野外发现它后便交给了动物园照顾。由于从小被人工饲养，这只老鹰似乎丧失了野性，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只不会飞的鸡。对此，小姐姐也十分愧疚，每天想尽各种办法陪它训练，希望能帮它唤醒与生俱来的野性。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，这只老鹰变得越来越懒惰，就连性格也和小姑娘一样，动不动就跑到自己怀里撒娇。看着日渐堕落的老鹰，饲养员只好请来金牌驯鹰师帮忙，希望尽快帮助它回归大自然，因为这所动物园根本没有属于老鹰的岛。老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，顿感不妙，马上施展自己的独门绝技。他像往常一样跑到饲养员那里撒娇卖萌，却没想到驯鹰师早已看穿了他的把戏，二话不说抱起他继续训练。但聪明的老鹰并不买账，他知道只要回到心软的小姐姐身边，就可以顺利逃避训练。可驯鹰师并不打算放过他，对他开展了一系列的特殊训练。为了监督老鹰偷懒的行为，驯鹰师还高薪聘请了一位王牌飞行员来为他进行示范。没办法，老鹰只好乖乖地进行训练。此时的老鹰已经顾不上伪装，各种五花八门的项目搞得他头晕目眩，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被累得气喘吁吁。等到中午休息时，气急败坏的老鹰终于露出了本性，对着盆里的小鱼就是一顿宣泄，心想着要不是看这里福利待遇好，自己早就不装了。第二天还没睡醒的老鹰一大早就被驯鹰师扔进了箱子里，接着就把它往100米的山顶送去。还没等老鹰反应过来，驯鹰师直接把它抛了下去。这下老鹰再也没法装了，立刻张开双翅在空中翱翔。第一次飞行的老鹰也没想到，原来自由飞翔的感觉竟是如此美妙。在天空盘旋一圈后，老鹰突然想起了编制的事情，于是他赶紧飞回了饲养员怀中。接着饲养员拿起弓箭射向半空，为了弥补过错，老鹰马上冲上去将箭叼在嘴里。他委屈地看着饲养员，希望他能念在多日的感情上收留自己。饲养员对此也是哭笑不得，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竟然被一只老鹰骗了2年半。不得不说，这只老鹰是懂生活的。大家觉得它像你身边的哪个朋友呢？这只母猩猩单身了35年，因为长期找不到对象得了抑郁症，每天茶不思饭不想，就琢磨着能找个男朋友缓解下寂寞。看见游客成双结对的来看自己，母猩猩气得脸都黑了。饲养员看他整天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于是从国外找来了一个英国小伙，这满身的腱子肉散发着浓浓的荷尔蒙气息，英俊潇洒的外表瞬间就俘获了母猩猩的内心。可小伙就不乐意了，饲养员说给自己找个姐姐，可对方比自己大了整整15岁，这都快赶上我奶奶的岁数了。第一次见到这么板正的小伙，
母猩猩看得两眼直冒光。初来乍到的小伙有些羞涩，躲在墙角也不说话。母猩猩见状决定主动出击，但这番炙热的爱可把小伙吓得不轻，赶紧找了个地方躲起来，本想观察一下对方有没有追过来，不料母猩猩直接给小伙送出一记飞吻，还在他面前疯狂展示自己的身材。面对这样的诱惑，小伙也是有点蒙圈，第一次见到这么主动的，奈何自己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。此时小伙默默祈祷饲养员把自己弄出去，见小伙一点反应没有，母猩猩这下急了，拎着个麻袋就想将小伙就地正法。小伙当即展开反击，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想进入主题。然而母猩猩并不打算罢手，继续发起强烈攻势。可没想到这小伙是个不解风情的直男，对着人家就是一顿天马流星拳。郁闷之极的母猩猩只能靠拔草缓解尴尬，但转念一想，可能是自己太猴急了，于是他找了根木棒，打算跳一段钢管舞给小伙。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呗，小伙顿时就有点慌了。难怪妈妈从小就说男孩子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。于是小伙赶紧找了根木棍防身。饲养员看这气氛有点紧张，马上端出了果盘，想让他们一起共进午餐，顺便升温一下感情。可小伙压根没那个心思。为了不让母猩猩纠缠自己，小伙几分钟就把食物造了个精光，一点也没给人家留。母猩猩一看这小伙饭量大，身体又好，连吃饭的姿势都帅得掉渣，这不就是我的猩猩王子吗？小伙真是越想越气，漂洋过海跑了几千里来相亲，没想到等待自己的不是漂亮姐姐，这不是纯纯套路我吗？母猩猩也想明白了，看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反正在我的地盘上他也跑不了，那就慢慢处呗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母猩猩展开了各种软磨硬泡。这天他鼓足勇气，嘴里叼了一朵花，并且不停地向小伙抛去媚眼，然后欲擒故纵地走进了屋里。在母猩猩的多番攻势下，小伙最终还是没能把持住，两只猩猩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接下来的画面不好看，咱们就不看了，感谢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一只猫突然抱紧了狗狗，它们宛如多年的挚友，在一起嬉戏打闹，一猫一狗相互依偎，彼此取暖。两条流浪生命上演了街边暖心的一幕。这位大叔告诉我们，猫咪和狗狗都是被人遗弃的，他们在这个单元门口已经待了6个月了，而小猫每天都陪在狗狗身边，不管狗狗去到哪里，它都要跟在身后，就如同狗狗的影子一样，它们几乎时刻黏在一起。猫咪的胆子比较小，每当有人靠近时，它都会躲到一旁，但它并不会跑远，等到人们走后，它又会回到狗狗身边，陪伴朋友继续等待它的主人。可单元门口总是人来人往，猫咪总会跳到一旁暂时躲避，只有等到四周无人时，它才会跑回来。对于被抛弃，它们感同身受，同为被主人遗弃的经历让它们相遇，有一之光温暖着彼此的内心。一位热心的大姐见它们可怜，特意为2个小家伙做了个小窝，并且会经常投喂一些食物给它们。可即便有了温暖的房子，狗狗始终不分昼夜地守在单元门口，期待着有一天主人会来接自己回家。由于夜间的温度很低，好心的小哥想让狗狗回到窝里，于是便坐到了单元门口。狗狗回来时发现自己的位置被占了，他跑到小哥面前，满眼期待地恳求小哥能将位置还给自己。无奈的小哥只好起身离开。见小哥走后，狗狗马上跑了回去，或许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安心的入睡，而他并不孤单。觅食完的猫咪很快就回来了，为了不打扰到狗狗休息，猫咪的每个动作都很小心，生怕将狗狗吵醒。随后他将头埋了进去。此时的深夜天气寒冷，但这一刻却散发着炙热的温暖和爱。他们依偎在一起度过了又一个寒冷的夜晚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开始为自己清理卫生，接着就认真观察每一个进出的行人。附近邻居说，狗狗的主人半年前就搬走了，但并没有将它一起带走。而这只橘猫的主人是一位老奶奶，几个月前也住进了养老院，莫名的缘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自从狗狗的主人搬走后，它每天都会待在这里等待着主人的出现，而这一等便是200多个日夜。然而它并不明白，这一切的等待都是徒劳。狗狗会仔细确认着每个路人的脸庞，可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在漫长的等待中，一只橘猫走进了它的世界，也许知道难以打消它对主人的思念，猫咪选择了无声的陪伴，至少它变得不再孤单了。附近经常会有好心的人们为它们送去食物，大家都希望猫咪和狗狗能更好的生存下去。可眼看着天气越来越冷，寒冷的冬季对于每一只流浪动物来说都是巨大的生存考验。如果没有人们的帮助，它们能否顺利熬过这个冬天呢？几天后，小区的居民们请来了救援队，救援人员在门前将渔网展开，只要他们进入网内就可以救援成功。此时猫咪和狗狗还没有发现异常，热心的大姐想通过食物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但狗狗的警惕性很高，它闻了闻地上的食物，并没有选择去吃，反而跑向了远处。而另一边的猫咪在大姐的不断吸引下顺利进入网内。此时人们都屏住了呼吸，下一秒猫咪被成功救援。看到这一幕的狗狗很是着急，它用力地叫了几声，似乎在告诉朋友自己会回来救它的。接下来整个下午，狗狗都没有在小区里出现过。它会回来吗？夜晚时，狗狗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，它小心翼翼地朝着单元门口走去。在仔细观察一番后，狗狗缓慢地走向了台阶，它四处张望，似乎在寻找着好朋友的身影。突然，救援人员收紧渔网，由于狗狗在渔网的边缘，
导致此次的救援失败了。大家连忙追了上去，但狗狗已经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。第二天清晨，救援队和小区居民用渔网将四周全部围了起来，防止它再次跑掉，并且救援队还将猫咪放在单元门口，大家相信它一定还会回来寻找猫咪的。当夜幕降临后，狗狗果然出现在了小区里。它先是警惕地环顾四周，确认周围安全后，才朝着猫咪跑去。狗狗不断在猫咪周围转来转去，似乎在思考着营救朋友的办法。看见时机成熟，早已等候多时的救援人员围了上来。在众人共同的努力下，狗狗最终被成功救援。此时大家都开心地鼓起了掌。随后，猫咪和狗狗被送往了宠物医院。经过仔细的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它们的身体状况良好。当然，这一切都离不开好心人士一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。最后，希望猫咪和狗狗能遇见一个爱它们的主人。请不要轻易抛弃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，如果遇见，请善待。熊妈妈带着几只熊孩子过马路，却引发了一场交通堵塞。母熊明明自己生活过得不尽人意，却还看不得人间疾苦。生活艰难的老人靠每日收废品换取微薄的收入，自己啃着白面馒头，却将肉骨头留给了流浪狗。拮据的日子并没有让他放弃对生活的希望，反而干劲十足地游走在每个大街小巷，没有晚年的退休保障，更没有体会过儿孙绕膝的幸福。这群流浪狗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亲人和仅有的陪伴，除了靠收废品维持生活，救助流浪动物成了老人乐不思蜀的主业。一颗怜悯的同情心让家里的毛孩子越来越多，随之而来的压力也日渐加重。车上随时坐着的几只流浪狗成了路人的笑柄，连自己都快要养不活了，还有心思养狗。可老人却并不在意这些。每天出去收废品，老人都会将它们带上。这辆废旧的推车也成了狗狗们真正意义上的家。它们每天如同保镖一样，寸步不离地跟在主人身边，不管老人走到哪里都伴随左右。懂事的狗狗也知道主人养活自己不容易，所以从来不去给主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。当老人离开推车时，总会有一只主动留下来看管废品。它们清楚地知道，车上的纸箱是主人和同伴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希望。当老人要赶往下一站时，狗狗们会不约而同地跳上去。这一刻收获的喜悦不言而喻。微薄的收入无法带给他们锦衣玉食，但简单的生活何尝又不是一种幸福呢？至少他们不用再风餐露宿。这位拾荒老人和流浪狗的事迹很快被传为一段佳话，热心的街坊邻居也都伸出了友爱之手，为他们送上自己的一份温暖。更有好心的志愿者和爱狗人士送去了狗粮。看见狗狗们的生活得以改善，老人很是高兴，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从来没吃过狗粮，自己更没有能力带他们去检查身体。徘徊在生存边缘的老人自己不敢生病，更怕他收养的狗去医院，因为那笔费用足可以击碎老人平凡的生活。但如今有了更多人的关注，这一切都变得迎刃而解。老人的善良不仅拯救了流浪的生命，更唤醒了每个人心中的友爱之心。对流浪动物与弱势群体的关爱，不但是一个人善良的体现，更是我们传承了5000年的传统美德。懂得尊重生命，才会被生命所尊重；知道如何去爱，才会得到更多的爱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你永远不知道母亲会为孩子做出什么行为。这头母象发疯似的拦截着过往的车辆，因为它无力拯救掉入深井内的孩子。此时的小象已经被困了整整12个小时。为了让孩子能有一丝活下去的机会，象妈妈抱着最后的希望来到了车水马龙的路面上。它不断拦截过往的车辆，并且发出着撕心裂肺般的吼叫，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引起人类的注意。可过往的司机们并不理解这头大象的行为，反而被象妈妈发狂的一幕所惊吓到。大家纷纷从它身边绕了过去。此刻的象妈妈充满了无助和绝望，但她并未就此放弃。不久后，她来到了另一条马路上。每当有过往的车辆经过时，她都想上前求助，可车辆行驶的速度很快，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。象妈妈只能无奈地看着眼前一辆辆飞驰而过的希望。此时，一辆摩的缓缓驶来，他鼓足勇气想让对方停下帮帮自己。路上过往的车辆川流不息，可却没人愿意为他而停下，因为没人能够理解象妈妈怪异的行为。毕竟谁都不会想到一头大象会向人类求助。就在母象不知所措时，突然一辆大巴车缓缓停了下来。象妈妈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应。半小时后，大家在附近的村庄旁发现了被困的小象，可以看到它在里面艰难地挣扎，并且在掉落的过程中身体也受到了严重的擦伤。由于井内的空间狭小，小象连转个身都十分困难，几米深的高度为救援带来了巨大难度。也许是知道有人来营救自己了，小象将鼻子高高举起，嘴里不断发出着求救的嘶吼声。眼看小象体力不支，此时的救援已经刻不容缓。大家马上找来了一台挖掘机，想以此帮小象打开一条求生之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挖掘机很快就挖出了一个沟壑，只要将深井的墙壁打破，小象便可以沿着通道爬出来。一位小哥特意去买来了药水，帮助他缓解疼痛。因为担心掉落的砖块会误伤到小象，所以开机师傅的每个动作都非常小心。而小象似乎也看到了自由的曙光，他举起鼻子，仿佛在表达着对人们的感谢。随着工程的进展，此时的深井已经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缺口，
小象伸出鼻子试图想借力攀爬上去，但很明显这个高度让他只能望而却步。开机师傅继续挖掘，聪明的小象也十分配合救援工作，直接将身体转了过去。几分钟后，墙壁的高度已经和小象基本持平，他终于顺利地爬出了深井，沿着已经挖好的沟壑慢慢走上来。这一刻，他再次获得了新生。母爱伟大，愿世上所有母亲都能平安健康。这只怀孕的母猫正冲着一位女士喵喵叫，为了给自己找个好人家，她已经连续80天蹲守在窗外，其目的就是让女主人收留自己。原来在怀孕之前，她就已经和附近的同伴打听过，得知这户人家的女主是个好人，她便下定决心一定要住进这位女士的家里，顺便再送给她一窝可爱的小奶猫。可目前自己怀有身孕，况且外面流浪的生活实在太难了，猫妈妈决定无论如何也得让这位女士收留自己。可前几个月女主刚生了宝宝，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健康着想，女主婉言拒绝了猫妈妈的诉求。可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反而每天加班加点的来窗外喵叫。因为猫界最近广泛流行一句话：遇贵人而得温饱，则一无而享富贵。女主对此也很无奈，她说以前猫咪是几天来一次，可现在她已经赖着不走了，每天只要打开窗户就能看见猫妈妈可怜巴巴的看着自己。女主也劝过猫妈妈换一户人家碰瓷，但倔强的猫妈妈似乎认定了女主，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这里，即便是炎热的天气也未能动摇她的决心。猫妈妈始终相信自己的坚持会有结果，此时觉得收养猫咪的请扣666。每次女主下楼倒垃圾时，猫妈妈都会主动上前献殷勤，可女主并不吃这一套，于是她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为了表明决心，她决定直接进入女士家中。看着眼前的环境，猫妈妈很是满意。经过4处的参观后，她走进了一处小屋，随后找了个地方安逸的躺了下去，想象着自己入住后的幸福生活。女主人回来后开始打扫房间卫生，当收拾到衣帽间时，柜子里突然探出了一个小脑袋，这可把女主吓了一跳。而猫妈妈也是识相的逃了出去，毕竟自己没有经过允许就闯进家里有些不礼貌，她决定等待下次机会。猫咪鬼鬼祟祟地躲在暗中观察，当看见女主下楼时，它马上跟了上去。看见坐在车上的狗狗，它有些羡慕，但猫妈妈相信在自己不断的努力下，一定能够打动女主。女主在前面走，她就悄悄咪咪地跟在身后。就这样，猫妈妈一路护送女主到家门口。夜晚时，女主打开窗户，看见猫妈妈还在楼下蹲守，几声温柔的喵语瞬间融化了女主的内心。看着楚楚可怜的猫咪，她很是心疼，毕竟自己也是做母亲的。很快，女主为猫妈妈送去了食物，猫妈妈吃得很香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。此时怀有身孕的她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。女主表示，其实自己早就想收养猫咪，作为一名母亲，她能够感同身受，但也因为孩子的原因，才会一直将她拒之门外。看着每天苦苦哀求自己的猫咪，女主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她将猫妈妈送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检查。也许知道女士的好意，整个检查过程她都非常配合。医生表示，猫妈妈怀了4只小奶猫。看见即将来到世上的小生命，女主最终决定收养这只伟大的猫妈妈。可为什么她就认定了女主会收留自己呢？原来不久前，女主曾收留过附近的一只母猫，并且还帮助她成功分娩。女主的事迹在猫圈中广泛流传，怀孕的猫妈妈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便主动找上了门。如今她的付出终于有了结果，自己的孩子也不用再过流浪的生活了。女主特意为猫咪搭建了一个梯子，并且在阳台为它准备了温馨的小窝。至此，猫妈妈结束了流浪的生活。母爱伟大，愿每位母亲都能平安健康，也希望每个生命都能被世间温柔以待。公交车迎来一位特殊的乘客，只见他熟练地跳上了车。恭喜老板发大财，免费乘个公交行不行？猫咪名为小五，他可是这辆537路公交车的常客，每天8点他会准时在车站等公交。附近的大爷们说，每天都能看到小五在站点等车。可猫咪要坐车到哪去呢？原来他是在等一个人。看见小五的司机大叔很是高兴，立马安排一套全身按摩表示欢迎，还将他请到了座位上体验一番。大叔告诉我们，别看小五是只流浪猫，他可聪明着呢，不是我开的公交，小五绝不会上车。作为答谢，猫咪带大叔参观了自己的住所。此时我们才发现，原来他只有3条腿。几个月前，一场意外的车祸让他失去了右腿。热心的司机大叔帮猫咪做了简单的处理，并且还经常拿来一些食物和水。为了报答大叔，小五便把家搬到了这个站点附近，只为了每天能和大叔见上一面。而大叔也被猫咪的行为所感动，平时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探望他。每次大叔离开时，小五都会立刻追上去，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，仿佛在和大叔道别。看见公交缓缓启动后，小五马上跟在后面，可受伤的腿部让他无法走远。看到这一幕的大叔满是心酸，虽然失去了右腿，但猫咪的生活依旧充满欢乐。他最喜欢大叔送给他的逗猫棒，因为这是小五喵生中的第一份礼物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得到了众多好心人的关心和照顾。猫咪总是注视着过往的公交车，寻找着大叔的身影。突然，小五起身朝着公交车跑去，可仔细观察后发现这并不是大叔的车。小五转身就走了。就这样，他从白天一直等到天黑，一直到深夜，小五还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。此
此时，一辆公交缓缓停下，小五飞快地冲了过去。他终于等到了大叔来看自己。上了车的猫咪一脸委屈，似乎在说：“这么晚才过来呢。”大叔随即为他拿来了美味的肉罐头。美美饱餐一顿后，猫咪好奇地四处观望，大叔还陪他玩起了游戏，一人一猫尽情享受着这份独有的快乐。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眼看猫咪赖着不走，趁他不注意，大叔快速地关上了门。此时反应过来的小五立刻就追了上来，不断示意大叔给自己开门。大叔挥手与小五道了声晚安，便驱车离开了。小五失落地走回了家中，虽然拥有好心人的照顾，但流浪街边的生活并不如意，附近经常会有流浪猫过来抢夺食物。由于腿部残疾，每天深夜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躲避在角落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小五突然消失在了熟悉的位置，大家找了半天也不见猫咪的踪影。得知此事的大叔急忙赶来，几声呼唤后，小五用力地朝着大叔的方向奔来。这是两份相互思念的双向奔赴。见到大叔的小五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望着如此懂事的猫咪，大叔决定给小五一个温暖的家，因为它已经是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随后，猫咪被送往医院进行检查，医生说，由于猫咪的腿部没有经过妥善处理，导致它的后半身出现感染和变形，因此需要进行手术恢复。1周后，小五顺利完成了手术，流落人间的天使终于找到了家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这世上再无流浪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小山羊每天追着妈妈要奶喝，羊妈妈不但不给喝，反而一把将它顶起来。本想和妈妈一起吃顿饭，可妈妈却让它一边待着去。在这个大家庭，不仅母亲嫌弃它，每只羊都对它充满着歧视，甚至动不动就要揍它一顿。它是全网最可怜的小羊奥斯卡，可为什么奥斯卡会如此不受待见呢？饲养员老王说自己养了8只山羊，每只都是纯白的颜色，唯独奥斯卡是一身乌黑。就因为这身乌黑的皮毛，大家视它为另类。动物界难道也有种族歧视吗？老王告诉我们，原本山羊妈妈生下一对双胞胎，可羊妈妈只把白色的小羊当成孩子，不知道是因为肤色还是怕别人说闲话，只要奥斯卡靠近，羊妈妈立马就会将它驱赶走。显然他不认为奥斯卡是自己的宝宝。可怜的奥斯卡从出生到现在一口母乳也没喝过，每天只有羡慕弟弟的份。此时心疼奥斯卡的请扣666，看着弟弟大口的喝奶，奥斯卡馋得口水直流，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过去想讨好一下妈妈，可妈妈转头就走了，任凭他好话说尽，可羊妈妈就是无动于衷。倔强的奥斯卡仍然不肯放弃，一边跟在母亲身后，一边说着妈妈妈妈，我真的是你亲生的，亲生的。奥斯卡死缠烂打了1个钟，最后羊妈妈直接发飙，一把将奥斯卡拎了起来，赶紧在我眼前消失，不然我就让你消失。可怜的奥斯卡只能伤心离开。饲养员老王经常教导羊妈妈，别人嫌弃奥斯卡也就算了，那奥斯卡可是你亲生的。可羊妈妈完全当成耳旁风，整个大家庭唯一不嫌弃他的就是弟弟莫妮卡，这让奥斯卡感受到了一丝的温暖。可同样是一个父母生的，为啥差距这么大呢？弟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每天还有喝不完的母乳，而自己能够活到现在，完全是靠老王每天灌奶粉，搞得现在弟弟长得比自己大1圈。除了营养不良，每天还要面对大家异样的眼光，他恨自己为什么是只黑色的山羊。白天奥斯卡就只能躲在角落里，在大家眼中他就是一个笑话，更是另类的存在。到了晚上，弟弟幸福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，而自己却只能静静看着。这天，奥斯卡看见妈妈和弟弟正幸福地吃草，等弟弟吃饱了，奥斯卡也想上前尝尝鲜，可还没吃上几口，妈妈直接给他顶到一旁，警告他火速消失。奥斯卡脑袋一片空白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羊妈又是一记飞脚。此时奥斯卡彻底崩溃了，上蹿下跳的样子吓了大伙一跳，他不断发泄着内心压抑的痛苦。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上天又为何给了自己一身另类的肤色。奥斯卡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，看着每日蜷缩在角落里的奥斯卡，饲养员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想试图帮奥斯卡重获母爱，于是大家为他穿上了白色的外套，希望母亲能够接受他。穿上白色马甲的奥斯卡高兴地奔向妈妈，羊妈妈对着奥斯卡仔细打量着，一遍又一遍地确认着身份。就在大家以为大功告成时，奥斯卡跑去喝奶，可羊妈妈却直接躲开了。奥斯卡不想放弃，因为他终于尝到了生平的第1口母乳，他想体验一下和妈妈共进晚餐的幸福，然而却换来了母亲的一记重击。伤心的奥斯卡跑来和弟弟诉苦，但仍然无法改变被嫌弃的命运。最终，饲养员找来动物专家，专家说山羊是通过气味来辨别同类的，因为没办法去改变奥斯卡的肤色，只能尝试改变气味。于是专家找来玻璃箱，将双胞胎弟弟和奥斯卡关在一起，这样可以让他们的气味充分融合。2天后，当奥斯卡再次出现在妈妈面前，他并没有驱赶奥斯卡，反而一脸平静。这是奥斯卡第1次待在母亲身边，他静静享受着幸福的瞬间。下一秒，羊妈妈居然为奥斯卡舔起了毛发，显然妈妈已经接受了奥斯卡。下午时分，饲养员突然大喊，原来双胞胎兄弟正在喝奶。饱经苦难的奥斯卡终于找回了母爱，这一刻他终于知道，原来幸福的味道这么甜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
愿大家永远是曾经长不大的宝宝。